很多人认为做生意就是遵守一套规则，像玩游戏一样。但实际上，商业的本质是关于人性的对话。今天，我想带你深入探讨两个核心概念：产品与营销。你可能觉得你对这两个概念了如指掌，但我见过太多人在这方面迷路，就像困在迷宫里一样。今天，我会给你一张思维地图，让你找到出路。首先，我要理清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：做生意不是你这个卖家去拼命推销东西给顾客，最高明的生意是你让顾客主动来找你买。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反向操作，把我要卖给你转变为你要向我买。我发现有的朋友对这个理念理解得不够透彻。一种人觉得，既然顾客会主动来买，那我就不用做营销了，被动等待就行。这就像只想吃肉，却觉得蔬菜不重要。营销是一种工具，你不能忽略它。另一种人呢，虽然认同这个理念，但太心急，总想让我给一两句话就能马上掌握诀窍，立竿见影。我能理解这种心情，但吃饭总要一口一口吃，急不得。所以，我们来深入挖掘一下产品和营销的关系。你必须明白，产品是道，营销是术。什么意思啊？道是根本规律，是核心；术是技巧，是方法。一个好的产品是你的核心竞争力，而营销则是放大它价值的工具。产品是你的立足之本，产品是你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和媒介。没有产品，何来交易？客户就是通过市场上的产品来认识和了解一家企业的。窥一斑而知全豹，消费者可不傻，尤其是在这个产品过剩的时代，他们可能不是专家，但他们懂得货比三家。消费者的感受和体验是最直接的评判标准。一个好的产品会自己说话，它本身就自带流量和传播力。我最怕看到老板有这种局限性，把自己的产品当成亲生骨肉，怎么看都完美，自说自话，自卖自夸。这是最不客观的，因为有一个强烈的我在作祟。对产品的评判，真正的消费者最有权威。你可能觉得某些快餐是垃圾食品，但孩子们还是哭着闹着要去吃。我们总觉得奢侈品包包的实用价值和真实价格相差太大，没必要买。但现实总是，很少有人能抵挡住诱惑，尤其是限量版，卖得更是火爆。不信你试试，送女朋友一个奢侈品包包和普通包包，看看她的反应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会判断失误。性价比虽然是产品竞争的利器，但它永远不是唯一的法门。其实，站在卖家和买家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产品，好坏的评判标准几乎完全不同。立场不一样，目的自然就不同。高明的老板，他们的智慧就在于能巧妙地化解这个矛盾。他们会先照顾到买家的感受，再维护自己的利益。这就是反向操作的智慧所在。好久不怕向子申强调的是产品的重要性，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。但问题是，企业必须要追求商业效益。效益有两个维度，一个是能实现的收益大小、体积，一个是能实现收益的快慢、密度。二者相乘才是质量，两者缺一不可。营销是价值的放大器。好久也怕向子申强调的是营销的重要性，这个观点更有说服力。产品是价值，而营销就是放大价值的工具。没有营销，价值很难被发挥出来。就像一个再漂亮的姑娘要出嫁，也需要好好打扮一番。营销固然重要，但你永远要记住，产品才是根基，因为你的产品总要面对市场这个攻破。所以，一个好的产品是前提，营销是术，是为产品服务的放大器。这种关系是基本的商业常识，不要试图颠覆它。产品本身才是决定
它能走多远的关键。一个老板最愚蠢的行为，就是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市场里砸钱。买家心目中的好产品，对客户来说，没有最好的产品，只有最适合自己的产品。高大上的产品有高大上的客户，经济实惠的产品有经济实惠的客户。有卖的就有买的，萝卜白菜各有所爱，各取所需。商业发展到今天，很多产品昙花一现，有的备受追捧，有的默默无闻。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产品是否成功？这必须回到产品的最终根源——用户角度。用户是检验产品好坏的唯一标准。这涉及到2个关键点：痛点和乐点。痛点就是你的产品能解决客户在某方面的具体困惑，可以是物质层面的，也可以是精神层面的。总之，你得真正解决它，让人信赖和放心。茅台酒再贵，也是高粱酿的，但喜欢买的和喝的人络绎不绝。痛点的背后，是消费者人性中的恐惧在作祟。你能洞察人性，洞见人心，你就能发现不同人在不同场景下的不同恐惧表现。这样你就能找到需求，找到机会，找到价值，然后设计出相应的解决方案，你的产品或服务。把痛点理解成恐惧，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张，但这能让你理解得更深刻。越是恐惧，痛点就越足，痛点越足，需求就越显著。记住，越是深入生活，越能发现痛点。痛点是客观存在的，也可以被引导和激发。所以，老板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发现或创造需求来找到一个商业机会。很多老板总是在纠结，有市场有收入就信心满满，遇到困难就垂头丧气，一会儿自信，一会儿又迷信。这都是因为内心不够坚定，看不到真相。你对是这4个维度的理解和认知，决定了一个老板的格局。是指你只看到表面痛点，纠结于是非对错；是你只看到一时的痛点，只顾眼前利益；是你看到大部分人欲望下的痛点，认为这是一个市场；是你看到人性深处的痛点，就能发现商业的大趋势，然后顺势而为。乐点就是产品能让消费者感知和体验到的兴奋点，这符合人性的另一个角度——贪婪。凡是能让消费者兴奋的产品，一定能形成购买力。不管这个兴奋点是在价格、功效，还是外在包装，甚至是某一特定场景下的即时冲动。从消费者角度出发，站在用户立场，开发和设计产品，这是每个老板的基本功。失去了这个前提，你就会失去竞争力、市场和客户。当然，除了考虑痛点和乐点，你还要遵守基本的商业良知，让你的产品具备以下几个特质：确有其需，确有其效，确有其特，确有其值，确有其实。这才是消费者真正喜欢的产品。卖家心目中的好产品，无数成功的案例都证明一个事实：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会随着时代变化。一个好产品要具备省心、省时、省力、省钱的用户特质，才有可能脱颖而出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：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但这是站在买家的角度。站在卖家的角度，一个好的产品除了要满足用户价值，还要能符合卖家的最大利益，这才算是共生双赢。不赚钱的买卖，没人愿意做。那么，站在卖家角度，什么才是好产品？你需要关注规模、盈利、渠道、传播。规模就是市场潜力的大小。你在一个没有多少鱼的池塘里捕鱼，一切都是徒劳。市场潜力大小，
和你的消费对象是谁以及单次消费水平有关。有些产品单次消费金额大，但没有复购可能，比如房子；有些产品单价不高，但市场巨大，且有复购特征，比如美食。盈利就是产品创造利润的能力。360行，行行不一样。有的行业天生就是高利润基因，比如烟酒、化妆品；有的行业天生就是低利润基因，比如粮食、土特产。渠道就是销售的路径。有的产品销售渠道非常复杂，费心费力又费钱，还不好维护；有些产品的渠道是现成的，你只需要接入进去。直播带货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传播就是推广，推广也有难易。高利润的快消品，因为利润丰厚，竞争者多，成了一片红海，你需要大量的广告推广。相反，有的产品不需要投入太多推广，口碑就能很容易形成，甚至自带推广。比如百年老字号的美食，只要你用心保持品质，老字号本身就是你的金字招牌。不要小看产品本身的商业价值，往往小产品就是大市场，当然这需要你有发现的慧眼。一罐小可乐卖遍全世界，一瓶老干妈红遍海内外。产品的力量不容小觑，你能用心做出一款让消费者喜欢、信赖的好产品，你就是赢家。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，任何行业最终都将回归到产品价值的逻辑，因为所有的竞争最终都要回到用户本身，产品是关键。一个好的产品一定能获得消费者的认同。未来的市场，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，必然是产品思维主导。消费者最在意的还是真正好用的产品，产品才是最能体现企业初衷、理念和文化的直接媒介。产品的本质，对人性的理解。企业的使命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。当你的产品和服务不能满足用户需求时，或者服务成本比别人高时，企业自然就会被淘汰。人无我有，人有我优，人优我绝，这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。因为产品的本质都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，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设计产品，利用人性的优点来建立品牌。无论是软件还是实体产品，都在于你如何洞察人性。产品的本质就是人性，利用人性的弱点去发现痛点，找到客户真正需要的东西，解决他的迫切需求。利用人性的优点去建立品牌，与用户沟通。具体怎么做？先洞察，再设计。在品类、行业、用户、需求和场景中，你要看清本质，找到问题，然后针对具体的问题深入洞察，寻求巧妙的解决方法，再进行策略制定和内外在设计。因此，你需要深度思考如何才能给客户创造价值，让他们省心、省力、省时、省钱。人天生讨厌复杂，这是人性的弱点。所以，产品设计的核心是做好加减法。商业的本质就是让人性得到释放，做产品也是如此。做产品，归根结底就是研究如何满足人性最根本的需求。人性有时是赤裸裸的，有时则经过掩饰和包装，隐藏在用户行为中。极致的产品都是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，不要一开始就想着让用户对产品难以自拔。你要让用户日久生情，首先得让他对你的产品一见钟情。人们买的不是商品，而是他们的期望。期望是一种价值感知，是企业创造出来的价值信号。顾客愿意为价值感买单，本质上是希望在交易过程中实现一定的客户价值。价值感是一种感觉，有强烈的主观性。先有感觉，后有知觉，感觉和知觉合起来就是感知。人们通过感官接受信息，再通过知觉对事物属性进行综合性反应。一个好的产品往往能反映人性中最本质的需求。换句话说，
不符合人性的需求都是伪需求。最本质的需求是人类原始的本能欲望，要么是恐惧，要么是贪婪。比如人性中的好色，产品就应该具备美学形式；比如人性中的懒惰，所以产品使用起来就要简单。一个好的产品需要对人性做透彻的分析，才能完成匠心独运的设计。追求价值感，就要让产品的好处被看得见、摸得着、感受得到。有价值感的产品能够自我推销。因此，如何将资源最大程度地、有效地转化为顾客感知价值，将是企业构筑核心竞争力的基石。一出场就要让人惊艳。人们不想要更多的信息，他们通过自己的感知来选择他们想看到的信息。从顾客的第一印象感觉开始，进一步加强整体感知，让顾客心甘情愿为价值感买单。在这个个性化的消费升级时代，产品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因素。产品思维的核心是对用户的深刻洞察，以人为本，在用户画像的基础上挖掘需求，利用灵活多样的场景，引导和吸引用户购买。价值感一定是从顾客的感知价值出发来思考问题，只有这样，产品才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